上周那个算是住持的老家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义工住的地方。那这周呢，香客大楼，但是它不是大楼，它其实是平房。对，但是这里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让香客居住的。那这个地方有怎样传说呢？跟住持有没有关呢？其实我必须说，其实跟住持有可能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寺庙吼，你只要放着不祭拜，神佛就会离开，反而进驻的有可能就是一些不知道的一些灵体这样子。对啊，那就是从这个地方衍生出很多故事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闻呢？我会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。但重点是废弃的原因，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。假如你还没有看的话，回去上个礼拜的影片看看咯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，进入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应该还蛮精彩的。好，那就 Let's go。上周一样的地方哈，那上周其实我拍到这个挖土机，看这里真的是，我一直搬到木头，烦死了。荒郊野岭哦。那，天啊，这木头，云线吉祥新恢复期吧。哇，觉得它这里的东西真的很多，应该这里有给煮一些素菜给人家吃吧，然后这些都是灯笼哎，啊 ，OK， 觉得天气好像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冷，所以说我觉得北部的天气有可能比较适合我。今天最低温14度，啊，这样外套这样穿还是会流汗哦。好，来进来吧，啊不对，要从那边进去。其实另外一边也可以通啊，只是我想要让大家看看这边的一些什么灯笼啊之类的。啊，哎呀，滴到雨了，是我的头。来，这里的完整性好像就没有上周好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？可是看得出来，它这里之前有个床啊，对啊。好像也是给人家住宿的吧？会不会是住址住在这里啊？也不知道哎。你看这边的房间，感觉比较气派。蜡烛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放蜡烛？嗯，打不开。OK， 这是另外空间。有床垫、热水器、红线，应该是那个平安符之类的吧。好，下一个。对啊，感觉这边比较高级耶。你看，这个卫浴，还有浴缸。跟昨天的4合院3合院1合院差好多，跟那个上礼拜的谢绝访客。哦，这关起来的话是这样，就是那边谢绝访客。等一下，白佛言我一往，看不懂。下雨。念佛10部，对啊，西方三圣，净土慈航普渡 ，OK， 在这里跟观世音的那个菩萨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哎，我很少哎。看到一家寺庙东西留得这么完整，对啊，慈悲三味水疗法
而且重点是没有人来过这里，要不然这些东西都被他破坏掉了，实在太偏僻了。哦，刚刚的那个门是到这里啦。这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的脚印。请静语，现在应该还好吧？这应该是那个啊，这个脚也太大了吧？我的手，脚是的话，那个是圣物哎。OK， 这里还有水。等一下，释迦牟尼佛不是，这个是弥勒佛，讲错了。红色的为什么放在这里？天啊，这完全都没有人在顾嘞。OK， 佛陀的故事。哎呀，天花板都是用保丽龙哎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冰箱有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过很多冰箱，我第一次看到冰箱里面是放这一些的蜡烛，然后结果以前冰箱都很臭，这个竟然还有点香味。这是防潮吗？可是没有关好，也不算防潮。佛说万佛明经，这边都是那个佛教的。好 ，OK， 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？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。好，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说跟故事呢？其实大家都知道嘛，上周我说过是那个我高中同学的妈妈说的，她曾经是这里的义工哈。好，那他妈妈呢，其实之后还有再回来这个地方，因为后面就已经荒废了嘛，就没有人再来了。但是他妈妈还记得这个地方，所以说三不五时还会来做个打扫，然后甚至上炷香这样子。好，那他妈妈就说啊，他其实来这边的时候，因为他都白天来，他并没有觉得很恐怖，因为他毕竟以前待过这个地方，所以说什么小路他都很清楚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他就打扫，点个香在那边烧，然后呢，他那个时候就据说从佛堂那个地方听到奇怪的声音，然后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什么样的声音？就好像有人在走路的脚步声这样子。那妈妈想说，会不会是之前住持？因为其实上礼拜有讲过，住持在这边徘徊嘛，对啊。然后呢，他就当然有过去看，可是过去看，他突然感觉到一个氛围不太对劲。什么样的氛围呢？其实他走在那个地方，他感觉那边的磁场变了。以前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觉得很舒服，但是他之后到那个地方，他觉得很想吐，超想吐，觉得头很痛，快要晕倒了。然后他觉得不对，他赶快离开那个地方，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就好了。而且重点是点完香之后才发生这个样的情况哦。当然，他妈妈就想说，会不会怎么样子的一些状况。然后呢，他就赶快出来。出来之后就回家，回到家之后呢，诡异的是什么？他妈妈的身体一直就在生病，然后这个病一次都拖很久。看完医生之后好了，又去看，好了又去看，这样子一直重复着。然后他觉得会不会是他来这个地方受到影响？所以呢，他就带一个就是体质比较敏感的人，也是他信教的人。说我们很久没有回去了，要不要再回去看一下？我想说我身体真的不太好，不知道是在那边耍煞道、跟道还是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他就带他朋友过来，然后想，因为他朋友之前有来过这里嘛，然后也是打扫，然后打扫之后，他朋友跟他妈妈讲了一句话说：“你不要过去。”他妈就回说：“为什么？那边是佛堂，为什么不要过去？那边有在拜啊。”
他说那个地方住的已经不是一般的神佛了，而是能力很强的一个好兄弟。我想说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住持？他说住持其实不在这个范围当中，住持是比较偏向于他之前住的地方。好像那个住持也被压迫到说他过不来这个地方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他就赶快把他妈妈带离开。然后带离开之后呢，佛堂里面竟然传来敲木鱼的叩叩叩叩的声音呢。他们当下听到，知道没有人，赶快拔腿就跑。跑完之后，赶快去别的寺庙，看是收金啊，还是拜拜啊，可以自己去消灾解厄啊。然后他朋友就说：“这个地方以后绝对不要再来，因为神佛没有封眼，放在这边没有人祭拜，出问题是迟早的，这个样子。”然后呢，他妈妈之后就也没再过来。然后之后他听说他有些朋友义工还是会再回来，可是大家都跟他一样说，他们都在佛堂碰到怪事情，这个样子，大家都觉得那个地方很不舒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景看完，最后再到佛堂去看看到底里面藏着些什么吧。介绍完这边的传闻之后，来吧。OK， 这里有个房间呢，但是它的门是在那边，这间不进去了。这个门都好有历史啊！来，等一下这边有插座，假如有电的话很危险。这里呢，就是上个礼拜拍的房子，大家没印象。然后它这里有个走廊哎，里面我有走过，外面我没有。这边出去是哪里啊？哦，这里还有个空间哦，厕所。等一下，哦，这是堆瓷砖，我想厕所里面放佛经，会不会太不好了？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上礼拜我跟大家说，我在这边其实听到很多声音，不知道是水声还是什么，就有些奇怪的敲击声吧。对啊。来，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现在店里的摄影机要打灯哦，因为我红外线手电筒坏了。OK， 这都是棉被耶，因为我红外线手电筒坏掉，所以说我没有办法那个，我一定要用亮，不然它电不到焦。哦，这里还有一间呢。但这个像是香客信者住的地方啊，都还不错哎。哦，这间就是刚刚看的那个进不来的，但这个地方都没什么东西了耶。对啊，好，下一间。知道 ，OK， 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刚刚这声音从那边传过来的，是这个吗？哎，好像是哎。红外线热显像仪 K2， 我拿一下 K2。好 ，K2 拿到了哈。那到现在
我必须很遗憾的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说，今天你们能看的就到这里喽。接下来是会员才能看的部分哦。想知道更多吗？赶快加入会员哦。对，这个声音怪怪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跟非会员朋友们说声拜拜。咿呀嚓嚓。